是你啊！雕兄，你老弟我没多少好日子过了，我来给你做个伴。你不会嫌弃我吧？雕兄，我们走。好苦啊！雕兄为小弟吃这蛇胆，实在是太苦了。啊？还吃啊？太苦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好吧，好吧。既然是雕兄的一番美意，说什么我也要把它吃掉。雕兄，你是不是嫌小弟不够苦，要苦死小弟啊？再多的苦我都吃了，再吃一个怕什么？有劳雕兄了。雕兄，你上次学来的蛇胆果然是疗伤的灵药。我的伤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多谢你了。你要带我出去？剑种，剑种，难道是独孤前辈折断了剑，把他埋在这里？
雕兄，这下面有什么东西吗？灵力刚猛，无坚不摧。若冠前，已知与和硕群雄争锋。以独孤前辈的武功，又有如此宝剑，当真是群雄束手，长剑空立。可惜我无缘一见，没有雕兄你的好福气啊！紫薇软剑，30岁前所有，误伤一时不祥，乃气之深谷。此剑想必也是人间少有。独孤前辈自责之下，弃律于敝履，不执着于物，真乃性情中人。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40岁前，视之横行天下。重剑无锋。40岁后，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。自此精修，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。无剑胜有剑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武学修为的最高境界是无剑尚能胜过有剑吗？可笑我杨过自命不凡，到了今天才知道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前辈神迹，叫人难以想象。雕兄，你是想试试我的武功吗？左右无事，我便陪你玩玩。你是要我拿重剑？好啊！
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呀？雕兄，这是去哪儿啊？雕兄，你是要我下去吗？水势这么急，我恐怕无法站住脚啊！雕兄，雕兄，你是要我从这跳下去吗？雕兄，你是想让我跟独孤前辈一般在这水里练剑吗？可是我功力尚浅，我无法跟独孤前辈相比啊！雕兄，雕兄，雕兄！雕兄，我自己下去便是了。雕兄，雕兄，雕兄！雕兄，辛苦了！雕兄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雕兄，小弟得罪了。雕兄，这水中练剑当真有效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偷懒的。雕兄，在这世上，除了姑姑和我义父，就只有你对我最好了。可是如今，我义父已经过世了，姑姑下落不明。等我大功告成，一定要把姑姑找回来。呀！啊！
兄，再来！呀！雕兄，小弟伤已痊愈，而且功力大涨。比之断臂之前，无意脱胎换骨。雕兄恩情深重，小弟本当与雕兄日夜为伴，终老此生。只是我姑姑，只怕还在襄阳，小弟十分牵挂。而且我这条胳膊是被那郭芙砍掉，我定要去找他讨个公道。独孤前辈这柄重剑，小弟求借一用，待了却断臂之仇，找到我姑姑，我们便一同前来隐居，同雕兄为伴。雨来了，他们为什么都知道？我听不到，我听不到你说什么。雕兄，等我回来。风停了，雨停了，是我的梦里了。我不明了，我不明了。雕兄，等我回来。金轮大王，真是神功盖世，你来得太及时了。赵真人贵为全真教的掌教，这些小道士以下犯上，实在无礼。老夫看不下去，才出手惩治的。哼，赵真人不会怪罪老夫越俎代庖吧？啊，岂敢！大师出手，再好不过。只是这些人都好打发，我师父和师叔不好对付啊。哦，那吴老现在何处啊？后山山顶正在修炼神功七星聚会，如果被他们练成出关，那这事可就难办了。赵真人不必担心，你在这里主持大局，老夫前去看看。好，火都大二八，在，咱们走。赵真人，贵教犯上作乱之辈，人数还真是不少啊。我看你这掌教之位，做的有点不大安稳呐。按照本教教规，叛教作乱者，该当何罪啊？啊，师傅，叛教作乱者，当在三清神像面前自行了断。好，甄志炳，你犯叛教大罪，可服了吗？不服，不服，不服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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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不识时务啊！掌教我纵有好生之德，也已无法宽容。卢京都，你就替祖师爷刑罚吧。对不起了，师兄。卢清图，为了全真教，你难道还要姑息养奸吗？上！且慢！这个人让我来杀。
龙姑娘，你早该动手了。好，真师弟，你这风流债也该了断了。龙姑娘，你快杀了他，也好向你那小情人徒弟做个交代呀！啊，好，我就先杀了你，再杀他。来啊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拦住！金轮大王，哎呀，金轮大王，哎呀，金轮大王，救命啊！什么事？大金轮大王，救命啊！原来是小龙女，别来无恙啊！小姑娘武功有点长进呐。大家一起上！龙姑娘，你原谅我吧。这边！来迟了一步。不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果儿，抱紧我。
这个时候你不要问我，你赶紧闭上眼睛，我帮你运功疗伤啊！孤儿，可怜的孤儿，什么时候断的？还疼吗？我只要能再见你一面，只要能和你永远在一起，少一条臂膀又算什么？我还有一条左臂，一样可以抱你。孤儿，我求你一件事。姑姑，你忘了吗？我在古墓里答应过你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孤儿，反正我也没有多久好活了，你陪着我，一直看着我死，别去陪你的郭福姑娘。姑姑，我自然是要陪你的。我跟那个郭大姑娘半点关系都没有，我这条臂膀就是被她砍断的。是她砍断的？她为什么这么狠心？难道就为了你不喜欢她？姑姑，我已经说过，在这世上，我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个，绝不会再去爱别的什么人。我永远不会再跟你分开了。你的金花毒没发作吗？虽然没有完全好，但发作起来没那么疼了。姑姑，我们回古墓去，我帮你疗伤，好吗？你们不能走！龙姑娘，你杀了我全真教弟子甄志炳，这账应该怎么算？他是该死！你说什么？我姑姑说他该死，难道你没听见吗？好你个逆徒杨过啊！祖师爷跟你说话，你不但不下跪磕头，反而居要不理，这样的徒弟，为师怎能不教训你？来啊，打着上！赵道长，当时在大圣关郭大侠面前，我们早已了断了师徒名分，刚才你却还口称我为逆徒。也罢，看在我从前叫过你几声师傅的份上，让你去吧。止境！
师兄，你先独立支撑片刻，我把师傅救出来，再来助你。好，走。师傅，你走吧。多谢。师傅，咱们走。我们走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杨兄弟，有你的，嘿嘿，走了。这样的，龙姑娘，杨过，你我的先辈师尊，原是极有渊源的。今日我全真教以多胜少，赢了也不光彩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你们两位走吧。往日的过节，无论是何起因，今日一笔勾销。小蜜蜂都过来，排好队，排好队。喂，坏小子，站住！跑啊！周师叔祖，还跑？哎，小蜜蜂，来蛰他！蛰他！走！好，蛰他！蛰死他！哎，小子，你跑那么快，我的蜜蜂怎么追得上你啊？啊！嘿，你小叛徒，往哪跑啊？啊！蛰他！看他还敢骗我进洞，让毒蜘蛛咬我！姑姑，生死我们都要在一起。什么师徒名分，什么名节清白，我们统统不管他。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不是为了让我高兴，故意说些好听的话？自然是真心话。重阳宫乃清净之地，不得在此说这些非礼言语。姑姑，当年重阳仙师和祖师婆婆原该结为夫妻，不知为了这什么捞绳子、古怪礼教，各自遗憾而终。姑姑，今天咱们就在重阳祖师的像前拜堂成亲，结为夫妇，给咱们祖师婆婆出口恶气。过儿，你待我真好。先师以大智慧、大定力出家创教，他老人家苦心孤诣，岂是你这小子所能懂得？你再在此胡言乱语，休怪我手下无情了。杨过，你简直胆大妄为！我杨过胆大妄为，又非始于今日。我既说了要在重阳祖师像前拜堂成亲，就一定要做到。沈道长，得罪了，劳驾陪我们一程吧。蛰他！蛰他！快蛰他！蛰他！蛰他！蜜蜂太少了，不好玩。又来了，太好了！快咬它，咬它！咬它，咬它！别咬我！别咬我呀！不是我，是他！不是我！哎，你们怎么不听话呀？哎呀，大事不好！我看还是先逃吧。
姑姑，你看，这像也像是祖师婆婆画的。咱们能在这儿成亲，已经再好不过了。师兄，难道就任由他们两个人在这胡闹，玷污我们全真教的圣殿吗？不管怎么样，绝不能让他们在这里成亲。我全真教100年清誉，不能就此毁于一旦呐！是啊，师兄说的对呀。当年祖师婆婆和重阳祖师原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可是因为世俗和种种误会，最终无法成为眷侣，真是天大的憾事。姑姑，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拜堂成亲，替他们完成没有了结的心愿。都听过儿的。弟子杨过和弟子龙氏今日在祖师向前结成夫妻，此间数百全真教众都是见证。你也跪下来吧。不过，你不开心吗？这里不好吗？不，我既非清白之举，又是个垂死之人，你又何必待我这么好？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？我只想我们两个能够再活100年，让我好好的待你，报答你的恩情。若是老天爷只允许我们再活1天的话，我们就做1天的夫妻；若是只许我们再活1个时辰的话，我们就做1个时辰的夫妻。弟子杨过和弟子龙氏真心相爱，始终不渝，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。愿祖师爷保佑，让我俩生生世世结为夫妻。姑姑，姑姑。我们还有200。哎呀，蜜蜂太多了，不好玩啊，玩不了了！哎呀，别救我！快走开，走开！哎呀，小姑娘，你在这儿呢！哎呀，太好了！蜜蜂太多了，我玩不转了，给你。你先出来，出来！你出来待会儿。你在外面待会儿啊，我先在里边躲躲。
周师叔，没事了，快出来吧。我不出去，外边蜜蜂蛰我，我在里面待着挺好。站住！怎么回事？启禀师叔，赵志敬叛教谋反，罪不可赦。你，师傅，他血口喷人，他和甄志炳。小叛徒还敢狡辩，吃我一中！你这个小叛徒，我看你往哪跑，跑啊你！周师叔，这赵志敬是如何开罪您老人家的？我重重责罚他。这个小混蛋啊，他趁我去盗王旗，把我骗到山洞里头。我跟你们说，那山洞里头啊，全是红颜色、绿颜色的蜘蛛，这么大个儿啊，剧毒无比呀！亏了那个小姑娘。那小姑娘呢？蜜蜂呢？啊，师叔息怒，待师侄亲自盘问。好，去。好。志敬，你是如何得罪师叔祖的？如实招来。启禀师叔，赵志敬勾结蒙古人，罪大恶极啊！师傅，我冤枉啊！徒儿我绝非叛教，是形势所迫呀。当时您和几位师叔都在闭关修行，我为了保全本教，出于无奈才骗蒙古人的。跪接蒙古人的指令，让蒙古人授令你为掌教，这又作何解释？甄志炳师弟心术不正，有辱师门，我取而代之也是为全真教着想。你胡说！师傅，是千真万确呀，师傅。甄志炳，他心中有鬼，所以今天他才扑到小龙女剑上自杀的。那天晚上，是我看到他，是我亲眼看到他玷污小龙女的，师傅。不必上去了。藏经阁背靠山涧，他们无路可退了。我们等在这里，静观其变。过儿，我现在没办法运气，越不了那么远。姑姑，有我在，我会带你出去的。杨大侠，龙姑娘身上有伤，还是请出来，大家共同医治吧。毕教上下是绝对不会为难。
师兄，他们留下了玉峰江。还疼吗？油脂可以防水，木箱里的空气足够呼吸之用。你待在箱子里面，转眼之间我们就回到古墓里了。我听你的。对了，我把郭伯伯的女儿也带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你把郭大侠的女儿也带来了？是那个小的，还不会斩断人家手臂的女娃儿。走了。哎，玉峰江，好好好。看来这志炳真是犯了淫戒啊！是啊，看来小龙女仇视咱们全真教，原来事出有因呢。如此说来，倒是我们全真教对不住小龙女了。小龙女还以德报怨，留下玉峰江给我们疗伤，当真是难得呀。啊，周师叔，赶紧把玉峰江拿出来，给大家疗伤吧。哎呀，我没拿呀。师叔，您仔细想想，刚才明明是交到您手里了。哎呀，哪有啊？你看看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不信我脱光衣服给你们看看。哎，你们到底看不看呢？不看我就不脱了。你们别说我骗你们。治伤之事稍缓不及，咱们得先惩治这个赵之敬。他卖教求荣，残害全真同门，绝对宽恕不得。周师叔祖，你若救弟子一命，我便把这玉峰教还你；否则我一口气吃得干干净净，左右也是个死罢了。真的没有嘞！哎，喂，赵之敬，听着，这东西啊，千万不能吃啊！有什么事情好商量啊？那你得答应救我的性命。周师叔，此人万万不可饶恕，罪大恶极呀！哎，赵之敬，你听好了啊，这个玉峰江真的不能吃。不要理他。你要玉峰江，我去古墓给你要。小龙女既可给1瓶，再给10瓶8瓶也不成问题啊。哎呀，不一定啊！他万一没有了怎么办？赵之敬，听着，不能吃。赵之敬啊，你要看清楚啊，你拿的到底是不是玉峰江啊？不是什么别的吧？别的？不会啊，这就是玉峰江啊！你打开盖让我闻闻。这肯定是玉峰江啊！周师叔祖，你闻一闻，这是玉峰江吧？啊！我鼻子不好，你再让我闻闻。
你靠近点，让我闻闻。好，给。我不会上你当的。哼，你要是伸手来抢，我就把它全喝光。小蜜蜂，进去咬它！真笨呐，连个小瓶子都抓不住，你真是笨蛋！蜜蜂来了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师傅，师傅，咬死我了！师傅，救命啊！师傅啊！死了。姑姑，这就是咱俩的洞房花烛了。我这副模样，哪像个新娘子？只可惜没有红蜡烛。果儿，我房间有一个箱子，你把它拿过来，好不好？跟丈夫说话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姑姑，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。这都是祖师婆婆留下的。我听孙婆婆说，这箱子里是她的嫁妆。后来她没嫁成，这些东西就没有人动了。我们总算是有红蜡烛喽。果儿，我打扮成新娘子，好不好？你今天累了，先歇一晚，明天再办吧。今天是咱们俩成亲的好日子，我喜欢打扮成新娘子。那天在绝情谷中，公孙只要跟我成亲，我可没用心打扮。哼，那算什么新娘子呀？只不过是公孙老儿的妄想罢了。你说，我以后是叫你娘子呢，还是仍然叫你姑姑？以后再叫姑姑自然不好，娘子夫人的又太俗气了。那你有没有小名？以前师父叫我龙儿。好，那以后你叫我过儿，我便叫你龙儿。过儿，你说我好看吗？
题了。只怕我活不久了。我只求今天一天永远不要过去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沙龙儿，只要我们还在一起，就是全天下最快乐的事情。今天你不会死，我也不会死，我们俩在一起欢欢喜喜，谁都不许胡思乱想，也不许哭，好不好？把它给说出来了。我如果不懂你的心思，怎么做你的妻子啊？就一封。我也正是这么想的。左氏婆婆当年也受过伤，后来自然就好了。龙儿，你的伤慢慢调养，自然就会好起来的。什么？彼闻极北苦寒之地，有时名曰寒域。启臣阿，疗绝症，当为妩媚求之。龙儿，这不正是寒玉床吗？寒玉床是求来的，可是祖师婆婆一天都没有用过。后来师父受了伤，更受不得寒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师祖会受伤？为什么又不能用寒玉床？师父身居古墓，极少外出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一年，师姐和欧阳锋结仇。我义父。是啊，师姐逃回终南山来，欧阳锋抢攻入墓，被师父的金针所伤。后来师父就成事点了他的穴道，可是谁知道我师姐悄悄把他穴道解开了。后来欧阳锋暗下毒手，师父才受了重伤。想来当初能伤得了师祖的，也只有我义父几人而已。后来师父受了伤，就和这寒玉床离得远远的。我们古墓派行宫与寒气相生相克，因此以寒玉床补助练功，固然不错。可是受了伤之后，却受不得寒气。
你睡吧，我在这陪你。果儿，我不想睡，我不能睡，我要陪你。果儿，我怕睡了就醒不了了。果儿，你陪我说说话好不好？你陪我说说话。好，不睡就不睡，你闭上眼睛，养会神吧。好。师父说，有一件事，他至死都不明白。果儿那么聪明，你倒说说看。什么事啊？师父点了欧阳锋的穴道，可是师姐为什么要帮他解开穴道，安师父？